大家好，我是王维。咱们马上就要进入京张铁路的咽喉了，也就是之字形折返线的所在地青龙桥。詹天佑先生当年在此煞费苦心，反复推敲。今天咱们一块儿走进这段历史，看看他一砖一石筑起的心血结晶。出了隧道就是青龙桥西站了。1960年关沟2线通车之后，所有的下行列车改经青龙桥西站运行。这儿呢，跟青龙桥老站的原理相同，也是一座之字形折返站。咱们先进站，一会儿咱们就能体会到这列车该怎么接茬运行了。这座青龙桥西站位于70公里加713公尺处，站中心线路海拔是576.5公尺，比三铺车站高出119.5公尺。您看，司机已经回手柄了啊！列车很快就会停车。现代司机操作的是大闸，他控制的是整个列车的制动机。为了平稳运行，司机把左侧的小闸，也就是单独控制机车的制动机给缓解了。这样的话，车沟之间的缝隙不会被压缩，乘客也不会体验到冲动感。火车停妥了，待会儿司机会下车检查走行路，咱们先聊着。虽然咱们这下行车不经过青龙桥老站，但趁着停站的功夫，我还是想带您看一眼。青龙桥车站是京张铁路的咽喉，即著名的之字形折返线所在地。这儿已经距离山顶的八达岭长城非常近了。您从眼前的画面也能看得出来，这儿山势险峻，坡度陡峭。古人称这里为天险。1905年，詹天佑先生在此勘测的时候，他判断出，如果将线路直接穿山，那么将修建一座2-3公里长的八达岭隧道。这势必对施工技术是个考验，而且工期和预算非常有限。但如果使线路爬到较高的位置再穿隧道呢？那么青龙桥一带的线路坡度将达到60%多。好家伙，这33%对于火车来说就已经够陡的了，再翻1倍。即使修通了，这对于日后的行车安全、机车车辆的技术以及线路维护都是极大的考验。于是詹天佑先生引用美国矿山铁路中常见的折返线，将铁路迂回至青龙桥东口，再折返上山奔向八达岭。如此操作可以把线路坡度保持在33%左右，可以使列车正常运行。由于铁路可以更平顺地爬高，还可以将八达岭隧道的长度缩短到1.1公里左右。这样的话，既保证了工期，又节省了工程支出。这对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是一举多得的选择。青龙桥车站位于京张铁路125华里处，站中心海拔595.35公尺，比三铺车站高出138.4公尺。1919年，詹天佑先生与世长辞之后，中华工程师学会、京绥铁路同仁会等单位向北洋政府申请，在青龙桥车站建立一座詹天佑先生的全身铜像。时任大总统徐世昌批准之后，由日本雕刻家建田大梦制作。1922年，铜像和大总统颁给之碑同时落成，青龙桥车站附加了一层身份，成了纪念詹天佑先生的场所。1982年，詹天佑先生的夫妻合葬墓从我上中学的地方北京海淀小南庄迁至青龙桥车站。在詹先生生前，他曾说：“生命有长短，命运有沉生。我的生命早已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段铁轨，也算是我坎坷人生中的莫大幸事。”
现在，詹天佑先生与他的之字形折返线融为一体，终于圆了他的遗梦。詹天佑先生是我的偶像，我曾用20多年的时间考察京张铁路，在2017年出版了我的《京张铁路》3册图书。这3本书就像我对詹先生提交的报告一样，告诉他100多年之后京张铁路的变化。我也在中国和世界各地追寻了不少他的足迹，以后我会把更多内容分享给您。话说回来，咱们现在所处的这座青龙桥西站的景色啊，其实并不逊色于青龙桥老站。我从2007年到2011年在这儿拍了京张铁路4季，远处是崇山峻岭上的八达岭长城，近处就是咱们这趟145次列车。不过呢，它在2018年也停运了。现在啊，列车已经换向完毕，咱们继续出发。这会儿啊，咱们的机车已经改为推进运行了，由列车前部改为列车尾部。刚才在列车尾部推进运行的那台补机，在这会儿已经变成了前部的车头，在前面牵引列车前进。所以您看“推挽运行”这个词儿啊，在这儿就特别好理解了。咱们现在就是在后边推，前面那台机车在前面挽，说白了就是拽着。您看，咱们再次路过了刚咱进站的时候路过的咽喉了啊，咱是从左边那条线路进来的。停车折返之后，现在爬上32%的大坡。之前我坐车厢里边路过这儿的时候，我还听见过别的乘客打电话，怀疑自己坐的火车是不是走错了，明明一直往前走呢，好家伙，这停了一会儿又倒车了。等过了八达岭才明白，原来是经过了一处之字形折返线。事实上啊，青龙桥之字形折返线与八达岭隧道是京张铁路最重要的控制性工程。列车从折返线再度转向爬坡，很快就会穿过关沟之间的八达岭隧道。而这座隧道可大有来头，里边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咱们今儿啊就先聊到这儿，明天我带您上洞子里边走一走，咱们到时候边走边聊。